为了脸面。玉秀和郭佐的私下谈话戛然而止了，堂屋里安静得很，两个人谁也不会轻易开口，就好像空气里有一根导火索，稍不留神，哪里便会冒出一股青烟。这种状况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没有原因出现了。玉秀偷偷地瞄过郭佐几眼，两个人的目光都成了黄昏时分的老鼠，探头探脑的，不是我把你吓着，就是你把我吓着，要不就是一起吓着，毫无缘由的四处逃窜。不过玉秀到底还是发现郭佐的心思了。玉秀昨天晚上特地看了一眼斯巴达克斯，郭佐看到了286页。第二天的上午，郭佐一直在那里看，专心致志地看模样，看了1个多小时。后来郭佐拿香烟去了，郭佐刚离开，玉秀悄悄地走了上去，拿起来一看，还在286页。这个发现让玉秀的心口突然便是一阵慌，看起来郭佐早已是心不在焉了，在玉秀的面前做做样子罢了。玉秀想，他的心里还是有自己了，他的心里到底装着自己了。玉秀以为自己会开心的，没有，反而好像被刺了一下。玉秀蹑手蹑脚地走开了，泪水却汪了出来，浮在眼眶里头直晃。玉秀回到厨房，一屁股坐在了床沿上，傻在了那里。除了吃饭，玉秀不肯到堂屋里去了。怎么说她自己也是姨妈呢？这样的局面一下子持续了好几天，一切都风平浪静的，可玉秀一直在和平静做最顽强的搏斗。这是怎样一种寂静的热烈，太要命了，人都快耗尽了。玉秀反而盼望着家里头能够多出一个人，热闹一点，可能反倒真的平静了。然而大姐和姐夫总是要上班的，他们一走，家里头其实就空了，只留下郭佐还有玉秀。屋子里立刻变得像窗户上的玻璃一样寂静，亮亮的，经不起碰。除了自己的心跳，就是国营米厂蒸汽机的声音。临近中午，玉秀担心的事情到底发生了。郭佐突然走进厨房了，玉秀的心口一下子收紧了，不知羞耻的狂跳。郭佐来到厨房，样子很不自然，却没有看玉秀，只是静静地站了一会儿，从裤子的口袋里掏出一把翠绿色的牙刷。郭佐把牙刷放在方痦子上，关照说：“不要再用你姐姐的牙刷了，合用一把牙刷不好，不卫生。”郭佐说完这句话便离开了厨房，回到堂屋看书去了。玉秀把翠绿色的牙刷拿在手上，用大拇指抚摸牙刷的毛，大拇指毛茸茸的，心里头毛茸茸的，一切都毛茸茸的。玉秀一下子恍惚了，带上了痴呆的症状。玉秀就那么拿着牙刷，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取过牙膏了。玉秀挤出牙膏，站在床边慢慢刷牙了，神不守舍的，就那么一个动作，位置都没有换。玉米在这个时候偏偏回来了，比平时早了1个多小时。玉米走进厨房，看见玉秀正在刷牙，有些奇怪。玉秀每天早上都是从玉米的手中接过牙刷，跟在玉米的后面刷牙的。玉米把玉秀上下打量了一遍，小声说：“玉秀，怎么了你？”玉秀一嘴的牙膏泡沫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，文不对题地说：“没有。”玉米有些疑惑了，越发放低了声音说：“怎么又刷牙？”玉秀说：“没有。”玉米警惕起来，发现了玉秀手上的新牙刷。玉米说：“刚买的。”玉秀嘴角的泡沫已经淌出来了，说：“没有。”玉米说：“谁送给你的？”玉秀迅速地从窗口瞥了一眼对面的堂屋，说：“没有。”玉米顺着玉秀目光望过去，
郭佐正在堂屋里看书，玉米有数了，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快点做中饭吧。”当天的晚上，玉米躺在床上，很均匀的呼吸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玉米的眼睛开始是闭着的，后来郭嘉兴已经打起呼噜了，玉米听见呼噜慢慢的均匀了，睁开眼睛，双手枕在了脑后。玉秀让他伤心，是真伤心，伤透了心了。看起来这个贱货天生就是风流种，王莲芳的一把骚骨头全给了他了。这丫头扶不起来，指望不上的。这丫头走到哪里都是一个惹是生非的货，骨头轻，一见到男的就走不动路。不行，得有个了断了，这样下去绝对不是事。侄子和姨妈这是哪儿对哪儿？他们要是闹起来了，万一传出去，王家的脸还往哪里放？郭家的脸还往哪里放？瞒不住的。好事不出门，丑事传千里。不行，天一亮就叫小骚货回去，一天都不能让他待。玉米打定了主意，又犹豫了。王家庄还是不能让他回，狐狸精要是回去了，郭佐再跟过去，又没人管，还不闹翻天了？这也不是办法。玉米叹了一口气，翻了一个身，头疼了。看起来只有叫郭佐走了，可是怎么对郭佐开这个口呢？也不能对郭嘉兴说这件事，空口无凭，闹大了就不好看了。玉米想不出办法，头都大了，只好起来。郭佐还没有睡，郭佐睡得晚，起得晚，每天晚上都磨磨蹭蹭的，不到10点过后不肯上床。玉米拉开西厢房的门，朝厨房那边看了一眼，厨房门缝里的灯光立即熄灭了。玉米知道了，就在眼皮子底下，玉秀其实天天在捣鬼呢。玉米在心里头骂了一声不要脸的东西，笑着说：“郭佐还看书呢？”郭佐点上一根烟，哎了一声。玉米坐在郭佐的对面，说：“一天到晚看，这世上哪里有这么多的书？”郭佐说：“哪里？”显然是心不在焉了。玉米心里说：“郭佐，没想到你也是一肚子的花花肠子，这一点你可不像你的老子。”玉米和郭佐扯了一会儿闲淡，夜也深了，国营米厂蒸汽机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了。郭佐倒是蛮和气的，和玉米一问一答的。玉米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事，开始打听郭佐中小学的同学来了，主要是男生。玉米说：“要是有合适的呢，你帮我留心一个。”郭佐有些不解，只是看着玉米。玉米嗨了一声，说：“还不是为了我这个妹子玉秀。”郭佐听明白了，玉米是想让郭佐替玉秀物色一个对象。玉米说：“只要根正苗红，就是缺一个胳膊少一条腿也没有关系，不吃不傻就行了。”郭佐直起了上身，极不自然地笑起来，说：“那怎么行？你妹妹又不是嫁不出去。”玉米不说话了，侧过脸，脸上是那种痛心的样子，眼眶里已经闪起泪花了。玉米终于说：“郭佐，你也不是外人，告诉你也是不妨的。玉秀呢，我们也不敢有什么大的指望了。”郭佐的脸上突然有些紧张，在等。玉米说：“玉秀呢，被人欺负过的，7、8个男将就在今年的春上。”郭佐的嘴巴慢慢张开了，突然说：“不可能。”玉米说：“你要是觉得难，那就算了，我本来也没有太大的指望。”郭佐说：“不可能。”玉米擦过眼泪，站起来了，神情相当的忧戚。玉米转过脸说：“郭佐，哪有姐姐糟蹋自己亲妹妹的？你有难处，我们也不勉强，替我们保密就行了。”郭佐的瞳孔已经散光了，手里夹着烟，烟灰的长度已经极其危险了。玉米回过身，
缓缓走进了西厢房，关上门，上床。玉米慢慢的睡着了。